闲话日本，最近有点小忙啊，又断更了几天，回来给您接茬聊会儿天。今天是2022年的9月28号了，昨天27号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举行了国葬。我昨天是电脑一边开着网上直播，一边忙手头的事儿，大概齐看了一下啊，整个过程时间挺长，场面也不小，把东京的武道馆整个包了下来。据说全世界各国的代表去了4000多人，看起来好像还挺成功。而且他们在场外专门设了一个给一般民众悼念的地方，那边据说2万多日本人去献了花。可我今天看媒体的其他报道啊，就在这2万多献花的人的不远处，就在国葬的这段时间，又有好几波累计2万多日本人在这边游行反对国葬。献花的和游行的好像还发生了一些局部冲突，再加上日本其他地方也有这种反对的游行，所以从我们这些住在日本的非日本国民的角度来看，感觉好像反对的人更多一些。这也基本上符合之前日本各大媒体做的舆论调查，就是超过半数的日本人在反对这个国葬。有人说，你之前提到安倍的时候，不是说他还挺不错的吗？这些反对国葬的声音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呢？我看其他自媒体有人说是因为他生前跟什么统一教会纠缠不清啊，有人说是因为跟那个行刺的那个人说他的命运值得同情啊，反正什么逻辑都有。基本上这些我都不太敢苟同，所以这期咱们花点时间听我给您分析分析，以我对日本的了解，大家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国葬。我先说我的立场啊，我同情安倍的遭遇，也赞赏他为了国家的这种能屈能伸和复兴日本经济的一些措施，当然也不喜欢他的一些政治主张啊。过去节目里边我们也调侃过好多了。在国葬这件事上，我认为反对他国葬的人越多，说明日本这个社会越脱离过去那个旧大日本帝国臣民的枷锁。前总理安倍晋三今年7月8号遇刺身亡，过了不到1周，14号，岸田文雄就宣布要给他国葬。国葬嘛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以国家的名义给他办葬礼。国家除了出钱、出人、出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对逝者的一个最高级别的肯定，所谓的盖棺定论嘛，在国家层面判定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。所以我估计，一是可能岸田认为说安倍去世之后的全国吊唁这种民意可用，于是呢就希望通过一场国葬把安倍直接封神，这样他留下的那些比如主张修宪之类的政治主张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先天的 buff 加成。再一个呢，可能也是希望通过国葬把安倍这些国际上的政治盟友，他得来日本参加活动啊，正好都见一见，看看能不能接收一些安倍的政治遗产，扩张一下自己的影响力，估计是这俩原因。虽然他宣布这件事的时候说的大义凛然，什么安倍总理的亲民啊，在位期间的功绩啊，历史在位时间最长啊等等，但这个事儿就好像什么呢？比如说中国旧社会，一个大户人家大宅门里边的老太爷或者老祖宗去世了，这堂白事那肯定是要大操大办的，怎么解心疼怎么来，恨不得后边日子都不过了。过去卖房子发送老家的有的是啊，下边的这些孝子贤孙们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拦着的话，多说一句废话都得让人骂死，因为家里的天塌了。可如果去世的是老管家呢？可能啊，老管家的家里在给他办丧事的时候，这大宅门也有可能会给他出一份重谢或者其他的心意，但肯定不可能像发送老祖宗似的那么办。说老管家生前人缘可好了，不矛盾啊，大宅门里边的人也确实都很伤心啊。说这老管家这一辈子兢兢业业的也没问题啊，他还月月拿工钱呢，这是他的工作呀。而且他生前出来进去的也因为这个大宅门风光露脸啊，这叫契约关系，全是应当应分的。说这老管家干的时间长，干得长那就长呗。最关键的啊，他是个管家，不是家里的祖宗。今天的日本啊，是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，
早就不是当年的日本帝国了，日本人也从帝国的臣民早变成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公民。这俩有什么区别啊？臣民生来就是韭菜，掌权者随便摆弄，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个人财产归谁，甚至生命都是当权者的一念之间。比如说纳税吧，臣民的税说白了就是给黑社会交保护费，孝敬的钱别想说这钱花出去了还能换回点什么，被各种盘剥之后还能维持现状的生活，这就是最理想的结果。可文明国家的公民不一样，人和国家是一种契约关系。还说纳税吧，纳税就是我房子买了交的物业费，钱给你了，你得干点什么让我能看见。小区的治安呀，楼下的环境，各种便民措施。业主们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您这物业公司就走人吧，管你老板是谁呢？我们可以换公司啊。交这个钱是为了日子越过越好，谁能干谁来干。所以再回来看为什么日本人反对安倍的国葬。第一，这个事儿程序不合法，只是岸田内阁做出的一个决议，就直接实施了。国会呢，没有国会的授权啊。物业公司董事会要什么事儿都能自行决定的话，那业主委员会的地位放哪儿？这就叫独裁。都什么年代了？而且这场国葬需要花掉日本16.6亿日元。前2天英国女王那场国葬才13亿，也没花了这么多。这可都是日本纳税人交的物业费啊！没有人交物业费是为了给物业公司的董事长办葬礼吧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日本过去不是没死过首相，二战以后除了天皇以外，只有吉田茂因为战后接任首相，把日本一步一步给带出了战争的困苦，属于功劳特别大的那种，给办了一次国葬，之后就没有过。都是这个已故首相所在的党派自己出钱，或者跟政治盟友、民间自发的人们一起合办。毕竟天皇去世了，国葬是应该的，万世一系嘛。有日本史的那一天，血脉就没断过，天照大神的子孙。可首相，尤其是今天日本的首相，说白了就是个打工的，你凭什么呀？我们刚才说英女王的国葬，好像就没看见英国国民有什么意见。可之前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时候举行国葬，下面一样有人反对游行，和昨天日本人那出是一样的呀。所以最后咱们总结一下，为什么要反对国葬啊？中国春秋的时候的儒家在诠释理想社会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，就人和人之间可能阶层不一样，但是交往必须是相互的、相对的。比如说做国君的要仁，臣下与之对应的就要忠，一定是双方相对的，都拿出一个态度来。家里边也一样，做父亲的要慈，子女呢与之相对的就要孝，也是双方相对的，都有一个态度。如果有一方没有做到，那另一方也没有必要再去对应他。君不仁，臣就可以不忠；父不慈，则子也可以不孝。这就是儒家对于理想社会的一个描述。比如说，老板或者甲方出钱把一个项目交给我了，这个钱和这份信任就是对方的一个态度。我呢，必须要把这事儿做成，才能与之相对。如果我把这个钱或者信任给浪费掉了，那就叫对不起。就像打扑克，对方出了4个2，我要不起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为什么中文里边道歉要说对不起呢？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安倍国葬这件事情上，如果你是自民党自己花钱来办，那是你党内事务，你总裁乾坤独断，外人没有任何的话语权。或者说有个发起人组织那些希望搞一个大型悼念活动的人捐款，这也没毛病。舆论调查都超过1半的国民都不支持了，你岸田作为日本的首相，花着全体纳税人的钱，没有任何民主程序的支持去独裁，去搞这么一出。之所以有人会反对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件事上，日本现在的政府对不起他们所缴纳的税金，对不起他们投票时的信任。我刚看了一下岸田内阁的支持率，7月份安倍遇刺的时候有将近60%呢，今天已经跌到了40%，掉了一半。不支持率
从20%升到了40%，涨了1倍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每个反对国葬的日本人可能理由都不完全一样，甚至有可能有的人就是本能的反对，自己也没想明白是为什么。但是一定会有基于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的人，这样的人越多，说明日本人的公民意识越强，离帝国独裁的阴阳就越远，这个国家才越可爱。好了，今天先聊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